眼前这个胡子老长、邋里邋遢的人竟然是大雄，此时他已经20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，大雄又因为晚回家，同时被爸爸妈妈臭骂了一顿，他很不服气，不就是晚了一点点回家，有必要骂得这么狠吗？哆啦 A 梦一针见血的吐槽，这还不是怪你自己，不管被骂了多少次，还是不知悔改。这次大雄更伤心了，连哆啦 A 梦都对他说教。哆啦 A 梦劝他要听爸妈的话，毕竟他不是一个人生活。大雄一副我懂了的样子，但他似乎 get 错了重点。他爬起来穿好衣服，说要离家出走，甚至裤子都没穿就要往外冲，但被哆啦 A 梦用道具抓了回来。哆啦 A 梦劝他冷静一下，但这次大雄特别刚，他去意已决，于是他用玩具老鼠吓晕了哆啦 A 梦，还从他的百宝袋里顺走了几样道具。偷偷离家出走的大雄一脸兴奋，因为他不想被马上找到，于是他打算飞到很远的地方。大雄头顶竹蜻蜓，一路飞到大海上，找到了艘船休息，在船上欣赏美丽的月亮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遥远的地平线，这就是自由的感觉。大雄十分兴奋地规划着自己独立后的生活，他打算找一个无人岛，躺在蓬松柔软的草地上，想着想着他就这么睡着了。天光大亮，大雄惊醒了，原来他带了一个闹钟过来。这时船正好路过一个小岛，大雄兴奋地带着行李飞了过去。这座岛很漂亮，他很满意，当即就决定要在这座岛住下。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无人岛，还有大雄想象中软绵绵的大片草丛。他躺了一会儿后肚子饿了，于是起身去觅食。他发现了一棵椰子树，但他爬不上去，于是大雄看了看自己行李里装的道具，有按下去不知道干什么用的，大雄随手把它扔了，还有吸尘器、调做算术的，甚至还有表演魔术用的手枪，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帮上忙的道具。大雄只好徒手开始爬树，但爬到一半他就摔了下来。大雄有过一瞬间想过要不要回家，但他又立刻放弃了，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了，就要贯彻到底。没一会儿他又口渴了，水是生命之源，这个道理大雄还是很懂的。他发现自己戴了鼹鼠手套，这个他知道怎么用，用这手套挖洞就可以挖出地下水或者是温泉水。于是他就地开挖，挖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差点大雄都要放弃了，水才涌现了出来。不过可惜这是不能直饮的海水，大雄终于意识到这里没法生存，他要回家，但竹蜻蜓却被风吹跑了，而且又没有其他能飞的道具，所以这下能不能回家可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。他沮丧地走回了放行李的地方，可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。他撑起伞，但这把伞下的雨比天空中的雨还要大，大雄只好躲进了洞里，守着一个小小的灯。大雄开始吐槽哆啦 A 梦的道具都是奇怪的东西，但随后又想起这都是因为自己平时喜欢恶作剧。他默默跟哆啦 A 梦说了声道歉，也开始想着爸爸妈妈会不会担心他。很快他又睡了过去，但没多久就被饿醒了。幸运的是，有个椰子树插进了他挖的洞里。不管咋样，他终于吃到了椰子，填饱了肚子。看着眼前的大海，他想起了哆啦 A 梦治愈的笑容。大雄坚信哆啦 A 梦一定会来这里救他的，于是他燃起了生存下去的信心。大雄挖了一个坑，用那把会下雨的伞来储藏水，然后又用软软的草铺床，还摘来了个椰子，在上面画了个哆啦 A 梦的笑脸。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。大雄十分开心，并期待着哆啦 A 梦赶紧来接他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个星期，大雄连哆啦 A 梦的影子都没见到，他生气地扔掉了那个椰子，开始怀疑哆啦 A 梦根本就没有在找他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大雄看见了一艘船经过，他立刻开始上蹿下跳的求救，但船并没有看见他的求救。抱着要回家的信念，大雄抱了一根木桩就冲进了海里。他想游过去，但船开得太快了，他不但没追上，还被大浪打翻，丢掉了木桩。不会游泳的他在水里胡乱扑腾，差点就要被淹死了。危急时刻，那个被他丢掉的椰子飘到了他的身边。最终大雄借助椰子回到了岸边，荒岛求生终于开始了。大雄依然坚信哆啦 A 梦会来救他，
钻木取火，打猎捞鱼，不管做什么，大雄都把那颗椰子带在身边。已经1个月了，大雄的衣服越来越脏，头发越来越长，但他依然相信着哆啦 A 梦明天一定会来的。又是半年过去了，他用来数日子的贝壳已经堆成小山，但哆啦 A 梦还是没来。不过大雄还是坚信哆啦 A 梦明天一定会来。1年过去了，大雄的衣服都破了1个大洞，但哆啦 A 梦还是没来。会不会永远都不来了呢？应该不会吧。大雄这样自问自答着。10年过去了，野比大雄已经成了野比大爷了，胡子拉碴的俨然就是个野人。但哆啦 A 梦依旧没来，那颗绿油油的椰子都被大雄盘黑了。想着自己可能会孤零零的在这座荒岛老去，大雄终于忍不住哭了。这时他不小心踩到了最开始因为那个没有用被他丢掉的道具。大雄抱着一丝希望按下了开关，期待着会发生奇迹。随着电波声，大雄想起了以前在家里生活的美好时光，有爸爸妈妈做好饭菜在等他回家，有哆啦 A 梦每天陪着他，那些时光真的很快乐。就在这时，大雄竟然真的听到了哆啦 A 梦呼唤他的声音。海面上一个蓝色的小身影正在朝这座岛飞来，大雄立刻奔了过去。真的是哆啦 A 梦来找他了。大雄激动地摔了一大跤，但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哇哇大哭。久别重逢让他开心地拉着哆啦 A 梦转圈圈。不过当他问起哆啦 A 梦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时，两人又闹起了别扭，但很快就又相视一笑。原来那个没用的道具是 SOS 发信机，就是这个东西告诉了哆啦 A 梦大雄的位置，他才能顺利的找过来。哆啦 A 梦说他一直在找大雄，但就是收不到信号，他觉得很对不起大雄。大雄抱住哆啦 A 梦，说自己才觉得很抱歉，他一直都坚信着哆啦 A 梦一定会来的。两人终于顺利的回到了家，大雄甚至有些恍惚，但随后他又开始担心爸爸妈妈会因为他消失了10年而责备他。于是哆啦 A 梦用时光机把他带回了他之前还没离家出走的时间点，随后又用时光包袱巾把大雄包了起来。大雄终于回到了小时候的模样，他赶紧开心地跑下楼。此时爸爸妈妈正在看电视，大雄立刻痛哭流涕地飞奔过去抱住妈妈。他已经10多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，所以大雄爸妈都不明所以，这孩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所以也就是说，大雄竟然多活了10年。时光机和时光包袱这2个道具组合使用，岂不是可以无限循环？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吗？但请记住，不管怎么样，父母永远都是最爱你们的人。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。